大家好，我是魏之超，我度完假回家开工干活了。这期节目上线的时候呢，应该还在中国的春节假期内，在这里给大家拜个晚年，祝大家新春快乐，新年里平平安安，开开心心。今天要为大家深度解读的是一本让我跪着读完的书，叫做《数学的极限》。虽然这本书里大量的数学细节我其实看不懂，但还是大受震撼。因为这本书是在数学的层面上向我们揭示了智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而且还用数学的逻辑为我们身处的这个宇宙划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逻辑底线。这本书的英文原名是 MetaMath: The Quest for Omega， 直译过来应该是元数学对欧米伽的追问。因为还没有中文版所以我就自作主张把它译译成了更加通俗的数学的极限。这本书的作者呢是计算科学和算法信息论的奠基人之一格雷戈里·查廷，是一位宗师级别的数学家。那为了讲透这本书里最牛逼的那个洞察，我们得先从一个非常日常却又无比深刻的问题开始问起，那就是到底什么叫做你懂了？到底什么是理解？从小到大我们都在努力地理解这个世界，比如说理解物体的运动规律，苹果为什么会掉下来？行星为什么这么转？牛顿给出了一个无比优雅的答案，他说任意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它们的质量乘积成正比，与它们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写出来就是那个非常著名的万有引力公式。原来整个宇宙里无数星辰的运转，地球上所有物体的坠落，那些浩如烟海无法穷尽的运动轨迹，竟然都能被一一拆解，一一提炼，最终被压缩进了一个只有几个字母的极简公式里。可以说呢，一旦你掌握了这个高度压缩的公式，你就懂得了引力。这里的关键词是压缩。查廷在书里一针见血地指出，理解本质上其实就是压缩。所谓你理解了一件事，看懂了一件事，本质上就是你找到了一种更加高阶的表达方式，用更少的信息无损地重建了更多的信息。何为智能？智能其实就是你能不能够找到一条路径来高效地压缩信息。同样的信息，你能用越优秀的算法把它压缩得更小，能用越少的信息来重构它，你就越智能。我们人类的科学，我们的理性，包括现在爆火的人工智能，本质上都是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拼命地压缩这个世界的数据。我们人类其实就是凭着这种压缩世界的本领成了地球的主宰。而现在有些物理学家甚至试图把整个宇宙都压缩进一个终极的万物理论里。这就是理解等于压缩，智能可以用压缩的效率来衡量。这是这本书的作者格雷戈里·查廷最广为人知的一个观点。最近随着 AI 的兴盛，这个观点又被传播了一波。这就已经是一个足够震撼的洞察了。但是查廷在这本书里并没有止步于此。他继续追问了一个让所有的科学家都不敢深想的问题。他问，如果宇宙中存在一些东西是根本没有办法被压缩的呢？这个世界上会不会有一些事物是你穷尽了人类所有的智慧去寻找规律，最后却发现你想要准确地描述它，唯一的方法竟然就是只能把它原原本本地抄写一遍？如果存在这样的一种事物，那说明什么呢？那就说明在这个事物的内部没有任何规律可言，它抗拒任何形式的总结和提炼。在日常生活里，我们通常就把这种毫无规律、完全不可预测的现象叫做随机。而我们大部分人都认为随机只存在于现实世界里的类似于抛硬币这样的现象里。但是查廷用他一生的心血证明了一个非常匪夷所思的事实。他证明在绝对纯粹、绝对冰冷的数学世界的最底层，竟然就潜伏着大量的完全随机。完全随机也就意味着完全无法理解。也就是说，在很多人心目中绝对讲道理、绝对讲逻辑的数学世界里，竟然是有大量你完全不可理解、只可以接受的真理的。这才是一个真正毁天灭地级别的世界观颠覆。而要理解这个发现有多么颠覆，我们需要先回到100多年前，看看数学家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窥探到数学世界的这个黑洞的。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00年，在巴黎举办的一场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当时的大神级人物希尔伯特向全世界宣告了一个极其宏伟甚至有些疯狂的计划，史称希尔伯特纲领。简单来说，希尔伯特想干嘛呢？
他的野心非常大，他想把整个数学变成一台绝对完美的真理制造机。希尔伯特是这样设想的，他说我们可以挑出极少数几个大家都认可的常识作为最底层的公理，然后我们再制定一套像齿轮一样严丝合缝的逻辑规则。这样一来呢，所有的数学问题都能从这几个最底层的公理出发，一步一步的被自动推导出来。希尔伯特接着说，要让这台机器称得上绝对完美，那在逻辑上它就必须得满足2个最核心的硬性指标。第一个指标叫做完备性，意思就是在数学的世界里，绝对不可能有那种永远解不开的谜团。对于任何一个数学命题，只要它在客观上是一个真理，那么咱们这个系统就一定能够把它给证明出来。希尔伯特后来刻在自己的墓碑上的是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必将知道。完美的数学体系是要知道一切，证明一切的，这就是第一个指标，完备性。而第2个指标呢，叫做一致性。一致性就是这台真理制造机是绝对不能够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的脸的。它绝对不能在今天给你证明出1加1等于2，明天这个机器的手柄一摇，又推导出1加1等于3。它的内部是绝对不允许存在任何逻辑漏洞的。那么只要同时满足了完备性和一致性，希尔伯特的梦想就实现了。到了那个时候，后世的数学家那可就太轻松了，遇到任何什么难题，只要往这个机器里一塞，摇一摇手柄，真理就会像自动售货机里边的可乐一样，哐当一声自己掉出来。但是希尔伯特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设想的这座绝对完美的数学大厦，竟然在短短的30年后就被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毫不留情地炸成了废墟。炸毁这座大厦的是奥地利逻辑学家库尔特·哥德尔。1931年，他用了一篇仅仅10几页纸的论文，就引发了人类思想史的一次大地震，那也就是非常著名的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为了听懂这个不完备性定理的杀伤力我们得先回到一个古老的哲学悖论——说谎者悖论。有这样一句话：所有的克里特岛人都在说谎。那如果一个克里特岛的人对你说了这句话，那逻辑就完全卡死了。如果他说的是真话，那么因为他是一个克里特岛人，那他就是在说谎，这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他说的是假话，那这句断言本身就又不成立了，这就形成了一个永远绕不出来的死循环。希尔伯特构建的那个完美的数学机器本来是严禁这种文字游戏出现的，但是哥德尔是个天才，他用极其精妙的数学编码，把这个说谎者悖论竟然塞进了最严谨的数学体系里。他构造出了一个非常诡异的命题，这个命题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这个命题是不可证明的。我们来感受一下这句话的杀伤力当希尔伯特的那台真理机器遇到它的时候，如果这台机器发威，竟然把它给证明出来了，那就等于是证明了一个不可证明的命题，这完全是自相矛盾，是自己打自己的脸，这就彻底打破了机器绝对可靠的那个一致性。那为了不出错呢，机器就只能够选择闭嘴，永远也无法证明这个命题。可是，一旦你无法证明它，恰恰就印证了这句话说对了。这意味着在完美的数学系统里，竟然存在一个明明正确的真理，你却永远证明不了它。希尔伯特说的那种数学系统无所不知的完备性也就此破产了。哥德尔就这样宣告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那就是任何数学系统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它要么自相矛盾，要么就一定存在逻辑的盲区，也就是那些绝对为真，但是你绝对无法证明的真理。哥德尔的证明虽然是非常具有毁灭性但它实在是太抽象了，听起来有点像是哲学家在绕口令不过仅仅在5年后的1936年，这个像幽灵一样的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就找到了一个更加接地气的肉身，因为另外一位大神级的人物登场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计算机科学之父阿兰·图灵。为了反驳希尔伯特那种机器能够算尽一切的幻想，图灵在脑海里构思了一台理论上的机器，那就是现代所有电脑的老祖宗图灵机。图灵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够写出一个完美的万能测试程序，去提前检查别的程序会不会陷入死循环？也就是说呢，你随便拿一段代码给这个测试程序看一眼，它就能够100%的准确的告诉你，你放心的去运行它吧，它一会儿就能够正常的跑完或者是明确的告诉你，千万别碰，它会永远卡死在那里。这就是非常著名的计算机科学里的停机问题。
而图灵用跟哥德尔非常相似的一个逻辑怪圈，给出了一个非常让人绝望的答案。他证明了这种万能测试程序在宇宙中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呢？我试着来通俗的解释一下。假设你真的写出了这样的一个万能测试程序，那我就完全可以写一个专门跟你对着干的导弹鬼程序。我这个导弹鬼程序的逻辑就是，只要你的那个万能程序预测我会正常停机，那我就立刻进入死循环。要是你预测我会死循环，那我就立刻停机。这一下你的那个万能测试程序就彻底傻眼了，不管它怎么预测，结果永远都是错的。图灵的这个发现就直接把哥德尔那套抽象的数学定理硬生生地砸到了现实世界的计算机上。哥德尔说的是，总有一些真理你是证明不了的，而图灵告诉我们，哪怕你拥有全宇宙最强大的计算机，也总有一些程序到底会不会卡死，你是永远都算不出来的。计算和逻辑的尽头根本就不是希尔伯特预言的什么完美真理，而是一片看不透的迷雾。就这样，在20世纪的前半叶，哥德尔和图灵这两位大神联手，把希尔伯特的数学巴别塔砸得粉碎。他们用铁一样的事实告诉人类，我们的理性是有盲区的，我们永远无法算尽一切。哥德尔的不可证明和图灵的不可计算，让数学那种高高在上的确定性一步一步地崩塌了。而这一切正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查廷登场的前奏。1960年代，当时只有10几岁的查廷读到了哥德尔和图灵的工作，他被深深的震撼了，但是也感到非常的不满足。为什么呢？因为哥德尔搞出来的那个我无法被证明的那个命题，听起来实在太像是一个人为刻意设计的逻辑文字游戏了。而图灵的那个死循环问题虽然非常深刻，但是他讨论的毕竟是计算机程序。查廷感觉他离自己最痴迷的纯粹的数学世界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意思。查廷心想，难道在数学世界里就没有那种土生土长的避无可避的理性盲区吗？那么什么是数学世界里的理性盲区呢？查廷非常敏锐地指出，这个问题就等同于在纯数学里找到我们前面说过的那种纯粹的随机，就是要找到一个在概念上你可以完全100%清晰定义的数，但是要描述它却没有任何有效的压缩算法。你找不到任何一个规律来简洁地描述这个数到底是什么。那查廷最后找到了吗？不但找到了，而且他发现在绝对讲逻辑的数学宇宙里，这种完全不可压缩纯粹的随机竟然是无处不在的。而查廷揪出来的那个最让人感觉到震撼最危险的终极怪物，就是这本书的副标题对欧米伽的追问里的那个停机概率欧米伽。停机概率欧米伽这个数字被查廷称为数学的宝石，也被他称为最危险的数字。那它到底是什么呢？查廷想象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假设有一台万能的计算机，我们不用去人工写代码，而是用抛硬币的方式来给它输入程序，抛到正面就输入1，抛到反面就输入0，我们就这样抛啊抛，用绝对随机的方式生成了一段长长的充满乱码的计算机程序，然后我们按下运行键。这个时候查廷问了一个石破天惊的问题，这样一个完全由抛硬币随机写出来的程序，它最终能够正常停止，也就是停机的概率到底是多少呢？这个概率就是大名鼎鼎的查廷常数，也就是停机概率欧米伽。乍一听呢，这好像只是一个非常无聊的概率题，我们算出一个百分比不就行了吗？比如是34%还是67%。但是如果你仔细想一想图灵的发现，你就会非常惊恐地意识到，要精确地算出这个概率，你就必须知道每一个可能存在的程序到底会不会停机。而图灵早就证明了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查廷发现的这个欧米伽数就有一种让人非常毛骨悚然的特质，它是一个绝对确定的数字，它就客观地存在于数学的柏拉图世界里，但是它的每一位小数你都永远都无法算出来。为了让你切身感受到欧米伽的恐怖，我们把它跟圆周率派做一个对比。派的小数位数也是无穷无尽，看起来毫无规律的3.14、15926，后面还有无穷位数。但是我们知道派的背后有一个极其优雅的几何规律，圆的周长与直径之比嘛。只要你懂得了这个规律，那你只要写一行代码，电脑就能够孜孜不倦地把派的小数位算到几十万亿位。也就是说，派是可以被压缩的，甚至可以被高度压缩。但是欧米伽完全不同，欧米伽就是一个从0到1之间的实数，
它是一个确定的概率嘛。如果用二进制来表示，它写出来就是0后面是小数点，后面每一位要么是1，要么是0，有无穷多个1或者0。但是它背后的每一位数字到底是0还是1，没有任何公式可以推导，没有任何规律可以依循。就算你耗尽了全宇宙的能量，造出一台有星系那么大的超级计算机，你用它拼了老命，用穷举法强行算出了 Omega 的前10位数字的时候，这前10位数字也绝对不能给你提供哪怕一丝一毫关于第11位数字是什么的线索。你想知道第11位是0还是1，唯一的办法只有再拼一次老命去穷举。查廷严格证明了 Omega 是数学世界里最纯粹的随机，它是最大程度的不可压缩。这也就意味着 Omega 包含的信息量是无穷大的，它的每一位数字都是毫无理由的。这个位置上为什么是0而不是1？对不起，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原因。就像你抛硬币一样，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这是一个不需要解释也没有任何解释的纯粹事实。这一点是最让查廷着迷，也是最让传统的数学家感觉到恐惧的。因为数学的传统观念是每一个事实都应该有理由，每一个定理都应该有证明。但 Omega 说不，有些数学事实就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它们是真的，但是你无法推导它们，你只能接受它们。我们来好好想一想，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 Omega 面前，理性的力量达到了极限。你可以知道 Omega 的存在，你可以知道它的性质，但是你永远都无法知道它的具体值。更加可怕的是，即使你拥有了 Omega 的前 n 位，你也无法证明你拥有的是正确的，除非你把这 n 位直接写进你的公理系统。用算法信息论的术语来说，就是你要获得 n 位关于 Omega 的知识，你就要付出 n 位的信息成本。这里没有压缩，没有理解，只有完全的死记硬背。这就与科学发现的理想是完全相反的。科学的理想是我们要用简单的理论来解释复杂的现象，比如说牛顿用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这样一个非常简洁的公式来解释了万物的运动，爱因斯坦用 E 等于 mc 方这样一个无比优雅的公式来解释了质量与能量的复杂的关系。但是在 Omega 这里，简单与复杂的角色颠倒了。Omega 本身就是最简单的定义，它是一个停机概率，但是它的内容却是最复杂的，它是完全的随机。理解等于压缩这样一个关于理性的公式，在 Omega 这里失效了，因为 Omega 是不可压缩的。那么 Omega 这样的数是偶然的吗？完全不是。事实上，查廷用数学方法进一步证明了一个极其颠覆的真相，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实数全都是完全随机的。像圆周率派和自然底数 e 这样的规律明确，能够被我们乖乖算出来的数字，在整个数学世界里其实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数字都像 Omega 一样算不出来，毫无规律，根本没法压缩。这就意味着在数学的帝国里，随机根本不是什么偶然的罕见现象，也不是人类刻意制造出来的怪物，而是数学世界里最普普通通的常住居民。我们平时在课本里学到的人类几千年来熟悉的所有数学知识，在庞大的充满了随机数的数学宇宙里，简直就是沧海一粟，连一滴水都算不上。不可压缩的随机竟然才是数学世界的底色。就这样，查廷把哥德尔和图灵的发现又往世界的本质推进了一层。哥德尔的发现是，只要逻辑系统不出错，就一定有无法被证明的真理。图灵的发现是，不管电脑有多厉害，总有它算不出来的问题。而到了查廷这里，他的发现变成了存在着根本没有办法被任何理论压缩的数学事实。查廷非常自信地认为，相比于两位前辈，他的视角是最根本、最深刻的，因为他谈论的不是文字游戏，不是计算机程序，而是最纯粹的数字。那么面对 Omega 这样的一堵绝对随机、无法被理性压缩的高墙，面对满是漏洞的数学大厦，难道人类的理智，难道我们这些渴求真理的人就只能绝望地举手投降了吗？查廷写这本书难道只是为了摧毁我们的希望吗？恰恰相反，当查廷亲手画出了理性不可逾越的边界之后，他反而看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生机。查廷开出的这剂猛药叫做数学的准经验主义。这是什么意思呢？
为了听懂这个词啊，我们得先看看隔壁的物理学家是怎么样干活的。在过去啊，搞纯数学的人多多少少有点看不起搞物理的。数学家们觉得自己是在纯粹的逻辑世界里推导上帝的真理，是高贵而且绝对正确的。而物理学家呢，他们有点像是在泥地里打滚的泥瓦匠，靠做实验，靠观察，有的时候甚至靠瞎猜。物理学家发现了一个规律，比如说万有引力，测了10000次、100万次都准了，他们就一拍大腿说：“好，这就是我们物理世界的真理了。”但这在传统的数学家眼里哪能算是什么真理啊？你没有经过严谨的逻辑证明，你怎么知道第1000001次就不会出错呢？但是现在查廷指着欧米伽说，我们数学家就别再清高了。既然数学系统内部充满了无法用逻辑证明的真理盲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学物理学家呢？查廷大声疾呼，我们应该把数学当成一门实验科学。物理学家研究星空靠的是望远镜，研究原子靠的是电子显微镜。那我们数学家的显微镜是什么呢？就是计算机。查廷认为，既然有些真理靠大脑的逻辑推理是永远达不到的，那我们就应该用超级计算机去做海量的数学实验。比如那个非常著名的黎曼猜想，几百年来无数天才数学家绞尽脑汁想要证明它，却纷纷折戟沉沙。但是数学家们用计算机硬生生地算了前面几十万亿个解，发现每一个解都是完美的符合黎曼猜想的。在查廷看来，这就够了呀。如果在计算机上做了100亿次实验都没有发现反例，那我们为什么非要等到一个完美的逻辑证明呢？我们完全可以像物理学家接受量子力学那样，非常实用主义地把黎曼猜想直接当做一条全新的公理，强行加进我们的公理系统里。查廷说，让我们回想一下，什么是数学的公理系统呢？比如说欧几里得的几何公理，一共就那么几条，这几条公理其实就是一个压缩包。数学家们通过逻辑推导，把这个压缩包解压，生成了整整一本厚厚的几何原本。所以任何一个公理系统本质上都是一段具有特定信息量，比如说 n 个比特的计算机程序。而查廷给出了一个极其让人绝望的铁律，那就是一个包含 n 个比特信息的公理系统，永远都无法推导出比 n 个比特更加复杂的真理。你不可能从一袋5斤重的小麦里磨出10斤重的面粉。这就像物理学里那个非常著名的热力学第2定律一样，你永远不可能毫无代价的凭空提取能量，永动机是不存在的。而在数学的世界里，其实也有同样的道理。你想用有限的规则去榨取无限的真理，这就必然会产生出那些你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的盲区。这就是数学世界里的信息守恒定律。那么怎么样才可以不停地缩小这种盲区呢？其实也非常简单，那就是不停地往那个袋子里加小麦啊。我们要不断地往数学体系里添加新的公理，把系统的容量给撑大，把它的信息量给撑大。所以不要害怕犯错，不要害怕不完美。如果计算机暂时发现不了黎曼猜想的反例，我们就不要再扭捏了，直接把它认定为一个新的公理。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计算机实验发现了反例，那大不了我们就像物理学推翻牛顿力学那样，修改我们的数学公理体系，那就行了。这就是查廷倡导的准经验主义的数学。在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视角下，数学不但没有因为真理的边界而变得让人绝望，反而一下子拥有了无限的可能性。那到这里呢，《数学的极限》这本书里那些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点就差不多说完了。我之所以是跪着读完这本书，不是因为它的数学难度，虽然确实非常难而是因为它的哲学深度。查廷用数学的语言说出了关于知识、关于理解、关于随机性的非常深刻的洞察。理解就是压缩，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洞见，但是它有一个极限，欧米伽就是这个极限。它告诉我们，理性是非常强大的，但不是万能的。在理性压缩一切的这片光芒之外，还有一片不可压缩的黑暗。但是我觉得这不是理性的失败，而恰恰是理性的完成。所谓的成熟，不就是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边界在哪里吗？这本书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理解，什么是智能。在这个 AI 崛起的时代，这些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如果智能就是压缩，那么 AI 的极限在哪里呢？如果世界包含不可压缩的随机性，那么 AI 能否真正理解这个世界？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是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些非常独特的思考工具。今天这本书应该是我解读过的难度最大的一本书。我在书之外找了不少材料，也让手里的各个 AI 工具帮我做知识核查，但是我能力非常有限啊。节目里如果有任何的错误，都是我的责任，还请大家包涵。那好，这本数学的极限就为你解读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你点个赞、分享和订阅这个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之超，我们下本书再见。